反正这案子就是对，也是我一个我不能理解，对韩国来说是觉得蛮扯的事情，在台湾应该也会很扯吧？欢迎来到 Hi Day， 我是喜娜，我是台湾妞。今天是由我来主讲。2014年的1月8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儿子呢，他就跑到了釜山的市中心，说要去找自己的妈妈，因为他跟他妈妈是每天通电话的关系，但是呢，他已经2天没有联络上妈妈了，所以他非常的担心，跑回了家里。进去了以后，现场就是非常的不堪入目，妈妈已经倒卧在客厅，并且在小房间里面呢，自己的奶奶也倒卧在房间里面。那因为爸爸蛮早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妈妈就是在照顾奶奶，也就是婆婆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过生活。奶奶呢总共被钝器攻击了9次，妈妈呢则是被钝器攻击了25次，都是在钝器的攻击之下而丧命的。但是有个奇怪的地方是，他们2个人的死亡时间不大一样。奶奶的死亡时间是大约下午2点的时候，但妈妈的死亡时间推测起来呢，大概是下午4点多的时候。调查了这2个人当天的行踪，奶奶当天是在家，妈妈当天则去参加一个高中的同学会。他们推测应该奶奶在家遇害之后，妈妈参加同学会返家之后，同一个凶手再将妈妈杀害，是不是直觉就是强盗杀人？应该没那么单纯。这个案子呢，釜山他们总共投入了70几名的警力。一开始先做家里面的搜查，家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脏乱的痕迹，可是几乎呢都有被打扫过。然后呢，嫌犯呢是有戴手套的，地板是有被擦过，厨房呢很奇怪，有企图纵火的痕迹。根据这一些线索，比如说戴手套啊，然后有擦过的东西啊，但是又有留下脚印啊等等的痕迹，警察有一点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认识的人所为还是不认识的人所为。因为认识跟不认识的人痕迹都有遗留在那里。根据现场鞋子的鞋印呢，去找出它是一个 K 牌的品牌的鞋子，这个尺寸是26.5到27公分，总共卖出了100多双。他们这100多双里面清查起来却没有任何的收获。家里面呢基本上没有遗失什么东西，但是卧房里面的珠宝盒有被翻动的痕迹，所以呢就有可能像喜娜讲的强盗所为。但是呢，看起来他并没有真的偷走了什么东西，不见得呢就是有妈妈的钱包不见了。另外就会查有没有外部入侵的痕迹嘛，看起来也没有任何外部入侵的痕迹，他们就觉得有可能是熟人所为，然后他又清除了这些指纹印啊等等的，所以他们就根据现场所遗留的东西去做一些清查。在客厅看到有红酒瓶、红酒杯倒在地上，觉得应该是妈妈有企图想要用这个红酒瓶去做反抗，以及呢他们有找到一个帽子。那个帽子上面写的名字叫做朴范灿，因为妈妈2个都是女性，那个名字就是男生的名字，而且那个帽子一看那个设计不会是女生所戴的帽子，所以他们也有根据这个名字跟这个帽子去查，但是也没有查到任何的线索。全国的朴范灿总共有120个人，其中呢有7个人是住在釜山，但这7个人全部都有不在场的证明。现场能查的线索，鞋子又断了，帽子也断了。最后呢，只能针对这个家附近所有的 CCTV 做盘查。附近可以用的 CCTV 呢，总共有130台，总共照到了1200人，有2200台的车子经过，警察就要从这么庞大的数据里面开始去过滤，到底太多了吧？对，没办法，现场所有的证据都没有办法使用，加起来总共有22T 记录的画面里面，过滤出下午2点到下午4点之间有接近这栋 villa 的可疑人士，却非常非常奇迹般的让他们找到了有一台银色的轿车，在下午2点的时候，在附近的一个角落把车子停下来，一个男子穿了全身的黑色，走往了这个房子的方向。但是呢，同一台车子不是同一个男子哦，同一台车子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又重新再出现过，所以他们觉得这一台车子非常的可疑。但是呢，因为画质实在太差，因为 CCTV 其实角度会很特殊嘛，它正好在一个非常边边的角度，放大了以后呢，只能看得出来那个男子是穿黑色的衣服，并且是有白色的头发，但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什么样的人，也找不到他的车牌号码。但是呢，他们透过这 CCTV 可以看到经过的车辆或是停在旁边的车辆，行车记录器再去调过来，确认了这台车子是同一台车子，并且上面的男子呢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下午2点是穿黑色衣服的，到下午4点多却穿了红色的衣服，换了一次衣服，所以非常的可疑。这名男子呢其实是已经搜查过的人哦。嗨了队的凉感棉好棉睡，耶！
睡衣上面呢，就是有一般咖喱食谱加一些 magic powder， 真的照着那个食谱可以做出好吃的咖喱。然后食谱上面整个手写文是英文，然后是由喜娜所手写的，你们可以试着做做看，它煮出来的咖喱是好吃的。对，然后下面的图片啊，像什么马铃薯啊那些的，是我来绘画。没错，我们的那个棉啊是有特别挑选的，在日本这边特殊制成的，表面的缝隙会特别的少，特别的光滑。重点是你穿上去瞬间凉。而且我们这次的那个商品全部都是 Made in Taiwan。然后睡衣的整个设计呢，它是袖子比较长的长版的 T 恤搭配短裤。而且呢，我们这次包装有特别用心，做了韩国不倒翁的咖喱包装。到时候你们拿到的时候，它就是会长得像一个咖喱调理包的包装。对，那我们回到怪谈喽。这名男子呢，其实是已经搜查过的人哦，他是妈妈高中同学的老公。警察问他说：“同学会当天你有没有去妈妈家？”他就讲说：“没有啊，我没有到那附近。”警察就说：“可是我没有找到 CCTV。”他才说：“哦，我当天有去附近的那个高尔夫球场练习啦。”警察就问他说：“那高尔夫球场的格局长什么样子？”他又说：“好啦，其实我当天就是去跟一个女生外遇啦，所以我才不好说。”好，警察就说：“好啊，那你跟我讲你外遇的女生是谁？他只要可以证明你的不在场证明，他又提不出来那个女生是谁。”就这样子一直出招，警察见招拆招，最后呢，他才承认说杀了这个妈妈跟那个奶奶。那当然就要有犯案动机啦，是自己老婆高中时候的朋友，妈妈已经60几岁了，是认识40-50年的朋友。为什么会杀他呢？就是因为他老婆很常在家里讲说，郑姓的妈妈家里有多有钱，他们家就是过得很爽啊，因为那栋大楼都是他们的啊，他们住在4楼，然后2楼、3楼他们都是出租给别人，他们就是收租过日子，常常会讲这种话。白头发的男子呢，因为他自己的养殖场最近经营不善，然后被告上了民事法庭诉讼的时候，他现在欠了4亿多的债务，所以他就起了坏念头，想说可以去打劫他们家。打劫为什么杀人啊？我比较不能理解，他是希望家里面可以找出来4亿多的东西。对啊。后来警察就在他的养殖场里面找到那双鞋呀、钝器啊等等，所有的东西都找到，罪证确凿。行事方式是这样子：首先趁那个妈妈去高中同学会的时候，先去敲门，然后跟那个奶奶说：“哦，我是不动产来的。”那因为他们家本来就跟不动产很常有需要联络嘛，让他进来了。一进门以后，门一关，他立即先用钝器把奶奶给打死。打死以后，他就开始翻找家里，翻一翻，发现家里面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现金，什么都没有可以拿。到底这个年代谁还放现金在家里？所以呢，他就在那边等，都已经杀了一个人了，一不做二不休，对，他就等那个妈妈回来，再把妈妈给杀了。那妈妈不是被重击了25次吗？警察这边推论呢，应该是在拷问妈妈家里的贵重物品在哪里，家里有没有保险箱、提款卡号、密码等等的东西。好衰哦，是不是？对啊，这男生什么都没有拿到，他就总拿他妈妈的钱包。有事吗？是不是很有事？杀人完了以后呢，本来不是穿黑色衣服，后来变成红色衣服嘛？就是因为他去杀人完以后，他也去附近的桑拿洗澡。重点是 CCTV 还拍到他从桑拿笑嘻嘻的出来，他完全不 care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可能觉得自己是完美犯罪之类的吧。这件事情被韩国比较大幅报道的原因，是因为韩国人很重视朋友。如果你是从小到大的朋友，你们如果有看 Mdapela 1988系列，你看那种从小到大一起的朋友是多珍贵的朋友。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朋友的老公，居然把自己老婆朋友给杀了，这件事情对韩国来说是觉得蛮扯的事情。在台湾应该也会很扯吧？韩国那时候很多媒体就会蜂拥而上，就是问你为什么要杀他呢？那请问你有感到后悔吗？你老婆知道这件事情吗？之后他都会诚心的悔过，对不起，我对不起社会大众，我做了最坏示范什么之类的。但是他等到进到法院了以后呢，他就说我记忆上失真，这些事情我都不记得了。我当下是在没有精神状态是不清楚的状况下犯行的，他就是用这一招。他前面都已经做了这些陈述嘛，然后也有到现场重新再去示范他怎么杀了人的，又有拍到他从那个桑拿里面嘻嘻笑笑出来，并没有被法官给采纳。他最后呢是被判了无期徒刑。你们知道无期徒刑其实是还是可以假释出狱的吗？所以呢，他无期徒刑之外呢，他如果假释出狱的话，还要再带30年的电子脚镣。整个韩国的社会大众其实最在意的呢是他的老婆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啊，但是警察在调查过程里面，包含也有做测谎啊，然后他老婆也有测谎，当下去抓老公的时候等等的整个过程里面呢，警察这边判断是老婆应该完全不知情，测谎也都完全是不知情，然后老公被抓的时候，他也非常非常的惊讶，就等于说你老公有一天为了钱把我给杀了，为什么要做这种假设啦？很难想象哎，自己的老公为了钱把自己的朋友给杀了。可是我觉得他很蠢，他也没有拿到钱啊。对呀，
我觉得他宁愿诈欺朋友。对啊，把2条人命杀掉，这真的太蠢了，不知道他杀人然后有什么帮助？对啊，无法理解。反正这案子就是对，也是我一个我不能理解。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怎么会是他老婆的朋友这件事情，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吧？以上呢就是为大家这次所准备的社会议题单元。如果喜欢我们的分享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对，我是台湾妞，拜。该怎么办呢？下大雨它就变这样子，该怎么办呢？如果我没有老公，对，如果你老公，不要调侃自己好不好？对。